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是一个脉冲的充电器，它是利用一个电源改成的调压电源，然后改成的脉冲充电器，大概是1秒钟2次转换。它可以修复电瓶，这端是调电流的，这端是调电压的，最高能够调到34伏。我们看它就是由一个铁壳电源改装的，风扇是原装的风扇，这里边已经改得很乱了。它这个电位器呢是 10K 的，调电流和调电压的都是 10K 电位器，这还有一个副电位器是 20K 的。前面是一个显示屏，可以显示电压和电流。这边有一个模块，实际上是用 NE555 做的。然后这个位置有一个大的长管，然后一个3极管来进行脉冲充电。这端这个是肖特级2极管，这个大个的是肖特级2极管，这个是输出的开关变压器。这个电源的芯片是 D7500， 跟 TL494 是一样的，这是2个输出管。下边这个是一个电源模块，因为这个改调压电源呢需要一个21伏的供电，我们这个驱动的芯片，也就是这个 NE555 的芯片需要一个12伏来驱动这个长管。那么我们看看这个7500它是怎么样改的调压电源。好，我们打开了，我们看一下 KA7500 的一角是内部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，二角是内部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，16角是内部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，15角是内部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。那么它的一角呢是接到这个 D 上了，也就是我们这个电源 D 输出的 D。它的16角呢是接到了，通过这个导线接到了我们这个康通斯的这端，就是电流取样端。然后呢通过我们 KA7500 输出的5伏基准电压接到了电位器上，我们看这是连通的。然后呢电位器的另一个引角呢是接 D 端，中心抽头呢就接到了我们2角和15角的电阻上，通过我们看通过这个电阻和这个电阻来控制7500的2角和15角，从而改变电压和电流。改变2角的电压值就改变了它的输出电压，改变15角的电压值就改变了它的输出电流。它用来调压和调流的电位器呢是 10K 的，并且有一个副电位器是用来调整电流的。另外它的供电呢是通过一个小模块，刚才我们看了，给这个 KA7500 的12角提供一个21伏的电压。当我们电源正常工作的时候，反馈回来的电压通过2极管整流，然后通过电阻限流以后，又给这个位置加了一个电压，然后给这个 KA7500 的12角供电。虽然这个位置有反馈电压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是可调电源，当电源调到很低的时候，这个位置的反馈电压就不足了，只能利用我们这个模块给它供电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，该可调电源主要要做的呢是把这个12角供一个21伏的电，因为它的最高电压极限电压是40伏，在21伏到15伏之间都可以，在12角要供一个电压。一般呢我们这个是通过反馈的电路，我们看这个位置有一个反馈2极管供过来的，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给它供到12角上。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图呢，这个集成块呢与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实物版是基本上一样的，也是90角接地，因为这是功率1和功率2管的发射机接地，它通过8角和11角输出，然后驱动这2个管，然后驱动这个推动变压器，推动变压器再推动这个功率管。当然这个电路呢它是刚开始是自己震荡的，那么它的16角是接地，我们看是直接接到我们这个输出的地，这端输出的地，
那么它的15角呢是直接接到14角上的。14角我们知道它是输出一个基准的5伏电压。那么我们刚才的15板呢，它是通过分压电阻接到14角。那么我们就把这个14角的电压通过10K 的电位器，通过一个10K 的电位器中心抽头供给15角，然后这端是接 D， 那么这端呢是接到14角的线流电阻上，这样呢就能够调它的电流了。那么它的1、2角呢，我们看它的1角呢是通过线流电阻接 D， 当然这端呢还通过反馈电阻接我们的供电输出，那么1角呢不要动。那么2角呢是通过这个线流电阻，然后接到了我们的14角上。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接一个电位器，是10K 的电位器，中心抽头接到这个2角上，中心抽头接到2角上，电位器这端接到14角5伏基准电压上，然后这端呢是接到 D 上，然后呢通过调节这个呢就能够调节电压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